话说，在印度有一个十分古老的传说，繁荣女神掌管着无限黄金和食物，而我们的地球就是她的子宫。在宇宙被创造出来后，她诞下了1.6亿个神，但她最爱的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哈斯塔。他是一个贪婪神，贪婪的哈斯塔想要女神所有的黄金，可当他获得了女神的黄金后，又试图夺取所有的食物，如此贪得无厌。1.6亿个弟弟妹妹自然是不乐意了，哈斯塔被他们一起神攻击，变为碎片，几近毁灭。这时女神出现，救下了他，代价却是他将被世人遗忘。从那之后，哈斯塔就一直睡在母亲的子宫里，因为曾经想获取食物不得，所以被惩罚，将永远感受到饥饿，并且害怕象征食物的面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群来自塔巴德村的人类发现了哈斯塔的存在和他的秘密，他们在他住所处建造神殿和雕像，并且从此不断从哈斯塔那里获取他不尽的宝藏。从那天起，众神震怒，塔巴德阴雨连绵，永无晴天。时间来到了1918年，注意看这个男孩，他神情慌张，嘴里还时不时嘟囔着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半人半鬼的老人直接铐住男孩的脚，然后拖着男孩往屋里走，完全不顾男孩的惨叫。情急之下，男孩抽出火坑里的火把朝老人挥过去，可惜没有命中。老人气急败坏，给了男孩一巴掌，然后继续将男孩拖拽到屋里。男孩紧紧扒在门槛上，死活不动。老人毫不示弱朝男孩吼去，一副要吃了男孩的样子。男孩名叫小帅，母亲是村长的情妇，而他和弟弟则成了村长的私生子。一年到头，两兄弟很少见到父亲，而母亲之所以愿意成为村长的情妇，也是看中了村长的宝藏。只要服务到位，村长就会给他金币。他一边伺候村长，一边问道：“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金币呢？”村长却严肃地说：“金币不是开玩笑，必须是挣来的。”与此同时，和小帅们住在一块的还有他们的奶奶。奶奶被埋在土里15年了。说来奇怪，就算奶奶不吃不喝，也还活着，活成了一个不老不死的怪物。小帅的母亲每天准时给奶奶送饭，并且要在奶奶睡着的时候送过去。若是饭菜不能准时送达，奶奶就会吃人。这天，小帅的母亲正好去见了村长，眼看就要到饭点，两个儿子见母亲还没有回来，决定自己去送。之前都是母亲送饭，他们从来都没有送过。做好饭后，小帅让弟弟去送饭。就在这时，母亲回来，一把夺过饭菜，并且狠狠打了小帅。母亲接过饭菜，端进了地窖。眼前这个半人半鬼的老人十分吓人，还好母亲习惯了一般，并不觉得可怕。不久，村长就去世了，留下偌大的宅子。原来村长以前的家族非常富裕，他们世代守护着繁荣女神的宝藏，但到了村长这一代，他却一直没能寻到宝藏，而将祖上的财富全都败光，宅子破败不堪，变得一文不值。母亲带着孩子们参加完葬礼，准备第二天离开，去往大城市。小帅觉得母亲做了村长一辈子的情人，最后却不知道宝藏在哪里，着实有点憋屈。老人或许知道宝藏的下落，小帅想去询问老人，结果直接被母亲回绝了。临行前，他们准备最后一次喂食奶奶，然而意外发生，弟弟从树上跌了下来。母亲连夜带弟弟去医院，把给老人喂饭的任务交给了小帅，并且告诉小帅，如果老人醒来，就赶紧念出快睡觉，否则哈斯塔会来找你。听到这句话，他才会睡去。小帅回到家便准备开始做饭，由于过度紧张，不仅烤糊了食物，还打翻了面粉，直接吵醒了老人。小帅小心翼翼去查看，见老人没有动静，准备离开。前脚刚走，老人便脱口而出宝藏二字。小帅被金钱冲昏头脑，提着灯往回走，正好对上老人那张恐怖的脸，全身腐烂，脸上还顶着2根大钉子。然而小帅丝毫不惧怕，反而亲切呼唤老人为奶奶。在老人的诱惑下，小帅赶紧开始做饭，不曾想还是被老人抓到房里。正当老人准备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小帅终于想起了那句话。老人听到这句话，瞬间倒头就睡，小帅顺利脱险。这时母亲哭着回来，因为弟弟还没到医院，便失血过多死去了。母亲只能带着小帅离开。在离开的船上，母亲恨恨地把村长留下的唯一1枚金币给了小帅，并逼他发誓永远不再回来。可小帅并不满足，这贪婪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。这个男人拎着油灯来到儿时居住的地方，不曾想这里盘根错节，四处布满了蜘蛛网。小帅每走一步都要使劲扒开前方的荆棘，最后居然看到一颗跳动的心脏，而这颗心脏长在了树上。小帅低头一看，树的根部竟然是一个老人。小帅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伸手去触碰老人，并且称呼对方为奶奶。老人一口鲜血吐在小帅脸上，小帅见老人还活着，顿时放声大笑。1933年，长大后的小帅因为在外面混得不尽如意，最后还是回到家乡塔巴德寻找宝藏。见老人没有去世，小帅赶紧追问宝藏的下落。老人不愿意告诉小帅，
因为他不想后代再步入他的后尘，变成像他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他并没有把宝藏的下落告诉小帅，小帅表面答应不再过问，可还是对老人旁敲侧击，想套出宝藏的下落，并且直言愿意分一半财宝给他。然而老人厌倦了这样半死不活的日子，直言我不要宝藏，我要自由。言下之意就是让小帅放火将他烧死。可执迷不悟的小帅势必要知道宝藏的下落，于是和老人做交易，让老人说出宝藏的地方，他就帮助老人实现自由。在得知宝藏的下落和获取方法后，小帅第一时间放了一把火，把奶奶给点了。看着熊熊烈火和痛苦哀嚎的奶奶，他满意的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。他来到神庙，开始马不停蹄往下挖，找到了一口井，这就是宝藏的入口。进去后就是进入繁荣女神的子宫了。按照奶奶的方法，他先用面粉画圈隔离可怕的哈斯塔，再抛出面人转移哈斯塔视线。在哈斯塔专心吃面人的时候，趁机偷取他腰包里的金币。掉在地上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子宫吸收掉，所以要在面粉消失和哈斯塔吃完食物前离开子宫，不然自己就会成为哈斯塔的食物。不久以后，小帅风尘仆仆回到家，看似像一个乞丐，结果他摇身一变变成了有钱人，拿出金币一次就还清了债务，还在债主面前显摆，只是没有告诉债主金币是如何得来的。但源源不断的金币还是勾起了债主的欲望。一次偶然，债主买来一个小女孩送给小帅，企图让女孩从小帅嘴里套出宝藏的下落。小帅见债主觊觎他的金币，于是将计就计，把债主引到神庙里，故意让债主看到自己下到井里，然后带着金币再爬上来。债主看到小帅离开，后脚就迫不及待钻到井里，越往下债主越害怕，他使劲推开一扇石门，然后顺着绳子来到下面，只见里面全是鲜红的血液，债主一个失神，直接跌落在下面。他起身拿起油灯一照，血红色的墙壁正在蠕动，像是有生命一般。不仅如此，空中还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债主吓得连忙后退。这时他见前方有一个罐头，债主蹲下去，小心翼翼打开罐头，只见里面有一个面人。债主不明所以，拿起面人，身后突然冒出一个怪物，直接朝债主扑过去。债主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。与此同时，小帅顺着绳子来到下面，映入眼帘的是债主即将被吞噬的身体。债主还在苦苦挣扎，痛苦呻吟着，他已经成为了像奶奶那样的妖怪。小帅心里暗自窃喜，随后念出咒语，债主当即睡了过去。这个男人拿起面人，突然蠕动的墙壁上冒出一只怪物。小帅丝毫不害怕，只见他把面人小心翼翼递给怪物，怪物刚伸手去接，就被冒出来的火花击中。小帅继续拿面人挑逗怪物，然后朝远处一抛，怪物立即扑过去。小帅跟在怪物身后，一把扯开怪物的腰带，瞬间密密麻麻的金币掉落出来。小帅趁这个时候赶紧捡起几块金币，然后溜之大吉。原来小帅源源不断的金币是这样来的。井底的怪物是贪婪神。有了钱的小帅生活更加奢靡无度，开豪车住豪宅，既有钱又有女人，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妙。转眼又过去了14年，小帅也有了个儿子。小帅每天都会训练儿子爬绳子的速度，就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金币，并且保住性命。很快就到了实践的阶段，小帅带着儿子来到井底，首先叫儿子撒面粉，撒完后准备带儿子离开。小帅只想试一试儿子的爬绳速度，没想到儿子居然拿出面人，这一举动直接引来了贪婪神。儿子被吓得滚出了面圈外，贪婪神朝男孩扑过去，小帅扔出面人，赶紧把儿子拉了回来。正准备爬绳离开的时候，贪婪的儿子冲向贪婪神，一把扯下贪婪神的腰带，瞬间金币洒落在地上。男孩赶紧捡起一把金币，然后揪住绳子往上爬，幸好速度够快，才没有落入贪婪神手里。拿到金币的儿子本以为父亲会夸自己，但小帅却大发雷霆，因为几枚金币，两人差点都死在里面。然而儿子并没有吸取这次的教训，反而更加贪婪，于是怂恿父亲多捏几个面人带进去，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多拿一些金币，不用再隔三差五进去。小帅听从了儿子的意见，二人多捏了好几个面人来到井底。可当他们拿出多个面人的时候，发现越来越多的贪婪神钻了出来。小帅瞬间慌了，原来一个面人引来一个贪婪神，无数个面人就会引来等量的贪婪神。他和儿子紧紧相拥在一起，儿子拿起一个面人扔了出去，瞬间贪婪神厮打起来。很快面人没了，贪婪神再次把目光聚集在小帅父子身上。小帅这才醒悟过来，一切罪恶的源泉都是贪婪。为了救儿子，他把剩下的面人捆绑在自己身上。果然贪婪神都围了上来，小帅直接让贪婪神撕咬，被贪婪神咬过的人会成为新的贪婪神。
男孩最后活着离开了井底。当他爬出来的时候，却看到父亲破败不堪的身躯，小帅几乎变成哈斯塔的样子，还不忘把金币递给儿子。儿子失声痛哭，这次没有贪婪，而是一把火烧向父亲和金币。此刻的小帅终于明白，为何奶奶执意要他烧死自己。在熊熊之火中，男孩永远地离开了神殿。俗话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就像影片开头圣雄甘地的那句名言，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。警世恒言今犹在，人性沉沦与自由意志的博弈至今仍在继续。